这段视频是不是很吓人呢？不仅橱柜的门自己打开了，假人脑袋的嘴巴和眼睛都在移动，这又是什么超自然事件呢？然而更加恐怖的是，这是2战时期流传下来的腹语表演假人，只剩下了一个脑袋，难不成他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吗？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在本片开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在小时候看过一些定格动画，尤其是木偶戏和布偶戏，比如《神笔马良》和《阿凡提》？可能一些00后的小伙伴已经看不太到了。虽然这里面的角色都颇具一番个人色彩，但是小时候的我总是对于这样的动画有着不祥的感觉。里面的人物长相我就不评价了，主要是没有表情，动作也非常僵硬，关键还会一帧一帧的动起来，看起来真的一点都不舒服。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呢？然而其实有一门差不多的表演艺术，如果你了解到它背后的一些历史的话，一定又会毛骨悚然了。它就是本期要讲的腹语术人偶。有没有小伙伴看过电影《死寂》？看过的人肯定对里面的木偶娃娃印象深刻。诸如此类，给人的感觉动作很不连贯，又生硬，然后硬是要做成人的模样。然而这些娃娃其实就是腹语者艺术家使用的娃娃。如果我说其实它还没有那么惊悚的话，那接下来的几张照片你们可以感受一下了。这些照片都是真人真事，并不是特意 P 过图或者摆拍的。有没有竖起汗毛的感觉呢？其实我最初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在大白天都吓了一跳，然后就了解到了腹语术这么一项艺术了。表面上光鲜亮丽的腹语术艺术家，其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历史。最初会腹语的人被认为能够和死者对话，还可以预示着未来，后来才慢慢变成了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腹语术是一种可以用舌头说话而不动嘴跟脸的艺术。当一个有技巧的腹语表演者坐在一个会动嘴的木偶旁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观众会用他们的眼睛来寻找声音来源。当腹语者的嘴不动的时候，木偶的嘴巴却在动，观众就认为他们看到木偶在说话，从而达到了娱乐效果。在19世纪末，腹语口技成为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舞台表演，在酒吧、公园、集市、大街上都能看到这类演出。为此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腹语表演家，其中一位就是弗雷德·罗素，他被称为是现代腹语之父。他开创了新的表演形式，把一个假人娃娃放在膝盖上面，他的假人搭档叫做科斯特乔，是一个大眼睛、厚脸皮的男孩。从此各种各样的假人娃娃出现在了腹语表演当中。其实仔细看的话，这些假人娃娃每个看上去其实都令人非常的不舒服。再说到开头的那段视频，橱柜里面的腹语假人发生了灵异事件，这让本来就看着恐怖的假人就更加可怕了。那这个视频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私人收藏家迈克尔的藏品，被放置在玻璃橱柜里面。假人娃偶拥有自己的姓名，叫弗里茨先生。尽管弗里茨先生看上去已经死了，但是很多看过视频的人都说他仍然活着。弗里茨先生只剩下了一个孤独的脑袋，安放在木质的节拍器上面。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脸皮也脱落了，或者翘了起来。与迈克尔的其他收藏品不同的是，这不是他花大价钱买到的，竟然是免费送给他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木偶很恐怖，尤其是腹语假人玩偶，很少人会精心收藏，不是被锁在阁楼里，就是被扔出家门，或者就是赠送给像迈克尔这样的收藏家。弗里茨先生是在美国莫特尔比奇的一家古董购物中心被发现的。有一个商人听说他和一个德国战俘营有渊源，于是就买下了它，放在陈列室中展示。没过多久，怪事就发生了。本来锁得好好的门，过了一夜，早上就看到弗里茨先生的门打开了，就算关得死死的，第二天也照常会被打开。一次两次可能是偶然现象，但次数多了就觉得诡异了。这位商人还观察到，弗里茨先生有时候会睁开眼睛，嘴巴也会改变位置。商人觉得这不可能是什么闹鬼，肯定是因为湿度问题、风力等外界因素的影响，甚至还觉得可能是老鼠来了。但仔细观察过后，这些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弗里茨先生的门会每天被打开。这位商人不信邪，用胶带牢牢地封住了陈列室的门，这下万无一失了吧？然而第二天门依然是开着的，胶带都被拨开了。这下商人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把弗里茨先生取了出来，放在花园里面。但是家里的孩子在外面玩耍的时候，竟然听到了有奇怪的笑声从弗里茨先生的方向传过来，这下子肯定留不得他了。商人听说的收藏家迈克尔喜欢收藏罕见的杂耍物品，于是就把弗里茨先生送给了他。迈克尔收藏后，把他好生安置在玻璃橱柜当中，紧紧地锁住了门。但没过多久，奇怪的事情就重蹈覆辙了。一开始一周也就1-2次，门会自己打开，但很快迈克尔每天都会发现门被打开了。更可怕的是，甚至有一天早上，不仅门开了，整个橱柜都在桌子上移动了大约15厘米，这可不是什么微小的移动，迈克尔也能确保并不是人为造成的。难道弗里茨先生真的那么邪门吗？迈克尔决定把所有的情况都拍下来，安排了摄像机，于是就有了开头的这段视频。那这个假人娃娃真的是闹鬼了吗？感觉就像恐怖片里面一样，玩偶被恶灵附身了，在人间作恶。但是到了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做
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没有调查出这是什么原因。但从公开这个人偶视频之后，人们竟然从他的背后挖掘到了这么一段历史。据调查，弗里茨先生之前是一个富裕假人娃娃，供战俘士兵娱乐的。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战俘营容纳了一批又一批的士兵，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在周围的农场里面做苦力，劳动也只能换来微薄的口粮。但是虽然日子过得没有什么盼头，但战俘们还可以自娱自乐，让自己短暂的忘记生活的艰苦。其中有一个叫做比利的2等兵，他在战争之前是一名腹语表演者和木偶戏魔术师。他把报纸浸湿在土豆淀粉当中，还问农民购买了一罐粉红色的颜料，做成了一个假人娃娃，命名为弗里茨先生。从那以后，比利带着这个假人娃娃开始腹语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甚至连一些德国士兵都觉得很有趣。但是1945年1月14日，就在集中营解放前2周，比利和另外9名战俘被带进了一个田地里面，他们被命令挖一个大坑，以工作不努力为由被集中射杀了。然而2周后，集中营就解放了，一名士兵特地将弗里茨先生带回了美国，交给了比利的家人，以此纪念他在艰苦条件下给同伴带来了许多欢乐。可能是弗里茨先生长相属实比较吓人吧，这并不受比利家人的喜爱。但其实最有可能的是，比利的家人可能也碰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被吓坏了，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古董店，经历了一番周折，最后才落到了古董收藏家迈克尔的手上。其实迈克尔的家人都不喜欢弗里茨先生，感到很害怕，尤其是出现奇怪的现象后，家人更是避而远之。迈克尔也实在无力解释这其中的原因。放置他的房间也从来不会开窗，门也被拴上锁，更不会引起什么风和气流。但是为了安慰家人，迈克尔把橱柜绑了起来，并盖上了毯子。听完这背后的故事，有没有觉得这个弗里茨先生就更加邪门了呢？他经历了战争，目睹了腥风血雨，他的搭档比利也惨死在战俘营里面。有许多人说这是比利的怨灵久久不肯离去，于是附身在弗里茨先生身上。那么他的眼睛和嘴巴的移动是不是暗示他还活着呢？一直想把门打开，是不是也在传递什么信息？玻璃门看上去是从内部被推开的，仔细看他的嘴巴，好像是在说 Help me， 就是救救我的意思。不过这也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测。比利如此接近自由，但遗憾去世。作为搭档，弗里茨先生可能只能用这种方式悼念自己的主人了。那说到这里，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已经不在乎弗里茨先生这个视频的真伪性了，因为这样的人头娃娃，就算视频是伪造的，也难免会吓到你。包括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些富裕艺术家们使用的娃娃，咱们就衍生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人看到这类静止的娃娃会产生恐惧的感觉呢？其实关于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恐怖谷理论。当非人类的事物或者物体具有与人类非常相似的特征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古怪的感觉，往往会对玩偶产生排斥甚至恐惧。这是因为在一个正常人的情绪当中都存在的一个山谷坐标，随着拟人程度的增加，人类对于它的情感反而呈现出增加到减弱又会增加的曲线。恐怖谷理论就是人都会对于某种拟人的东西产生感情，比如娃娃、木偶、雕塑甚至机器人。但是当他们越发接近人类的相似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类的好感度会突然下降至反感的范围，随后就会产生一种负面情绪。这也是许多电影都会运用的一些手法，能够使恐怖片的效果更上一个层次。之所以这样，大部分人为孩子制作的动画或者电影里面的人物都尽量不会做到十分的拟人。正常的小动物能够说话并且站立，而且还有非常可爱的外表，这些都达不到10分。所以说小孩子并不会觉得恐怖，反而会增加好感。那么国产片的恐怖谷例子，我相信有一部分朋友应该也看过，那就是疯狂的兔子了。这就是很典型的给我们这代产生了这种恐怖谷理论，本来是科幻片，但实则是恐怖片。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种富裕假人娃娃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同感呢？反正我觉得是挺恐怖的。再来说说弗里茨先生，如果他真的有灵性，那他也算是一个善良无私的娃娃，用自己的幽默带给了战俘快乐。然而像腹语术这门艺术，现在能够出现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就算出现，也不会像20世纪他们那些大艺术家那样使用如此恐怖的玩偶了。所以也能够让大部分人觉得这门艺术也能够给普罗大众带来欢乐。毕竟笑声可以消除许多困难，甚至可以打破障碍。但看完弗里茨事件之后，我们才真的能够了解到事物的表面并不是全部的价值。就像是比利留下的这个腹语娃娃，虽然外表恐怖，给人带来了困扰，但它的背后能够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这也许就是意义的所在吧。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得不错的话，还请大家一键3连，再来个分享关注吧。那在这里，镇长还要感谢给我充电的空调徐伦 AWA、Nakuri 代号赤天使、Mr 金克拉、某科学、哔哩哔哩509049261107、朱莉 Yuki、水源 Z、虚灵至尊、W 流泪的天使 W、祭祀风的女孩，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那我是镇镇，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